并且双线呢是有一个死叉并行向下，所以在这短线指向一个横向整理或者是回调之后的继续上涨。周一视频跟大家提到过 ，MACD 死叉并行向下，意味着短线大概是要回调之后才能继续上涨的。果不其然，比特币昨天跌破63000后，今天回调至64000，矿企抛售潮，微策略又卖币。今晚8点半 CPI 数据公布，比特币要出方向了吗？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来到比特币的盘面来看一下日线。首先前两天的话，它收的线型是阴线，伴随着量能的轻微放大，意味着多头大概率是反抗失败了。随着这一波上冲之后呢，其实掉头向下，这样一个整理结构会更加清晰，它形成一个底部在不断抬高，顶部在不断下降的整理锥形。不仅如此，在这个整理锥形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在这个中轨的中间啊，就上下徘徊，并没有太多的倾向性。所以整体这一段呢，都是一个换手观望区。我们打开密集交易带可以看到 POC， 也就是交易密集带最大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63900到64000左右上下。那目前呢，就是围绕这个中轨开始上下震荡，所以在这个区间呢，就以震荡来对待。另外，从流动性地图的角度来看，下方这一带存在有大量的流动性，所以比特币如果掉头向下，更倾向于价格来到这里拿取流动性。另一呢是跌破前方的一个低点，诱多把更多的空单积累到这里，从而形成向上反弹，利用空单的挤压呢推动价格的向上。这样的话是对于主力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省力的剧本。那什么时候才会有交易机会呢？当然要等今晚的 CPI 核心数据公布。如果不及预期也出现爆冷的话，比特币肯定会受到影响。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今晚的 CPI 数据这么重要。如果7月的 CPI 低于或者等于 3.4 呢，紧缩的压力大幅缓解是利好的。但如果高于预期，开出来的数字是高于 3.4 的，就意味着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随时可能再度放鹰。要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很大一部分人说9月份要继续加息。我就上支周一的影片的话，我们有给大家看 CME 的数据啊，9月份这些加息的概率是 43.9%， 今天一度飙升至 49.9% 之后回落到现在的 45.9%。为什么这个数据在往上走呢？几天之内直接升了6个点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原油。美国能源信息署刚刚上调了近2年的油价预期啊，WTI 的话重新站回84块钱，这就意味着官方给到的信号，明后2年油价继续高升，那物价呢也会跟着高升，通胀也会跟着高升。这样算下来的话，降息就是遥遥无期。所以在这种节骨眼上，今晚的 CPI 呢就格外重要。如果 CPI 稍有升高，鹰派呢就会借势煽风点火，制造一个比较大的利空，进一步推动价格的恐慌。回到盘面上，大概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这一波反弹以来呢，这个回调已经站到了 0.618 的黄金口袋。那接下来如果继续下跌，跌破 0.618，意味着这一波反弹就已经结束了。不过呢，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它刚刚又收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重新站回到了 0.618 以上。所以结合今晚的 CPI 这个位置呢，也就是说64000是绝对的决战点，因为它既是斐波那契的 0.5 的位置，又是收复失地的关键要塞。而且呢，它又是这一波回调震荡下行趋势通道的上边缘，所以 CPI 这一个可以决定 0.5 的位置突破情况。如果无法突破呢，接下来可能是要掉头向下。那突破之后呢，可能会来到前方的缺口位置，也就是64000到65000左右的前高点。所以短线的话，就盯目前的64000左右的位置就可以。讲完了技术指标，我们再来宏观面信息啊，来说一下微策略。微策略的话，在上周又卖币了，卖了1690枚比特币，套现了 1.09 亿美金。而且呢，这家企业自从6月底以后呢，其实就没有再买入过比特币了。不买我们就不说，但人家还通过增发他们的股票 MSTR 募集了 6.53 亿。这一通操作呢，无非是让这个熊市的市场更加熊。除此之外呢，这2天引发了一个不小的讨论，就是矿企。这是目前全世界第2大比特币矿企，他们在上半年年度的一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总数呢，大概是卖了23000枚的比特币啊。那这个大部分卖出时间点是在第2季度，平均那个卖价是在70600美元。这个占原本持仓的5万多颗快要接近一半了，然后卖完之后呢，剩下应该有3500多颗左右啊，35000多颗左右。大家可能会好奇，最大的矿企他们也在卖吗？关于第1大矿企 BitDeal 的部分更加夸张，它是完全不留任何比特币持仓的。从去年12月开始，基本上他们就是每周挖多少卖多少，像上周挖了270克，也就全部卖掉了。所以现在大家的矿企可能还好，就是他们卖掉之后呢，继续升级或者整合设备，尽可能让他们算力持续上升。那有部分新资金也转入到数据中心不过呢，这个中小型矿场就比较难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份最新数据啊，这是比特币全网真实算力的一个下降情况。可以看到，特别是跌到6万美元之后呢，基本上已经有无数的中小型矿场就是已经关机投降，全网算力的话是在持续大幅下降中的。
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矿工投降也许是熊市末期到最后必定会出现的一个特征。简单来说，除了21年这一次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一个策略清退矿场，造成全网算力短时间几乎腰斩以外，那会让矿工大规模投降的基本也就是2个时间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比特币在大熊市跌破关机价之后造成的算力下跌。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一次的减半，因为减半它会使挖矿难度直接翻倍。所以呢，又会有一大批的老矿机必须退役。那这个市场只会有一句话，就是矿工不死，熊市不止。那每一轮熊市到最后，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大规模矿工投降。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6万开始的矿工投降，反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那过往出现的时候呢，比特币通常也是非常接近大底所在地方。除了22年爆发一次交易所破产的黑天鹅事件，矿工又再次投降以外，几乎都是如此。所以从前段时间散户投降到一周关了2间交易所，再到机构投降，也就是首个比特币现货 ETF 被清退，那然后现在矿工也是大规模投降，我觉得这一个现象是再明显不过的，我们距离底部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在过去的90天，标普500涨了 5%， 比特币跌了 20%， 所以比特币呢也算是独立行情，只是跟跌不跟涨。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比特币是一个吃流动性的资产，但是这个流动性呢迟迟不宽裕。今天晚上 CPI 数据要公布，那这个数据就跟流动性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今天的局面呢其实已经非常清晰明了，技术面呢是亮了黄牌，那宏观的裁判呢准备今晚吹哨，这个哨呢就是 CPI， 所以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我们就只能说不要赌方向，做好自己的攻守计划即可。近期链上比较热的话，应该是 BSC 链啊。那 BNB 的话已经突破600大关，目前价格来到$615，感觉这个涨幅的话和最近币安的2条推特有关系啊。第一条推特的话，就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公布，然后这里呢是做了隐藏的，这里显示 coming soon， 但是我们透过它揭露的一小部分可以看到，它应该是跟 BStonks 相关的，就美股代票相关的，但不知道最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大家展现。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记得给他的官推加一个就是广告不是广告，就是加一个提醒。再是第2条了，那也是22小时之前发布的啊，它这里呢也是做了一个隐藏，那标题是很快，那除了能看到就是说 continue 出推特，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出一个和推特相关的美股 BStonks， 那具体结合的方式我确实想不到啊，感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就是留意一下啊。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20%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20%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30%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该次 IO 注册赢取135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20%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还有一件事，我们认为金钱是一种流动性的能量，当你将财富寄予需要的地方，它将化成成千上百的善意回到你身边。所以我们在 QQ 开设了公益群，如果你有任何公益行为，请在进群后无私分享出来，通过我们频道来给你传播，让更多人加入。感谢大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